嘛，快点的，别磨磨唧唧的，赶紧的，一会儿面包凉了，别误了飞机。辛苦了啊，我的母亲大人，给我准备了这么好的早餐啊！我开动了啊。嗯。你怎么不吃啊？我胃口还没开呢，我先喝会儿茶。别太想我了，我这出差2天很快的。你不要直播吗？你可以先试试，有什么不懂的你打电话问我。行，我知道。但是你出去住酒店可千万小心啊！现在到处都有探头。行啊你，这都知道？当然知道了。以前拍戏的时候，1年365天，我得住300天的酒店。宋阳知道你出差吗？我昨晚给他打电话了，但他好像跟朋友聚呢，那边特别吵，我就没来得及说。后来我给他发微信了。关心他是可以的啊，但你得掌握一定分寸。爱不是禁锢，也不是放纵啊。所以就得有一个适中。说得好。怎么了？这从表演艺术家变成哲学家了？要出书啊？那很有可能啊，很有可能过几天我就是一个畅销小说的作者。那可不行，你还得给你女儿和你老公留条活路吧？也就是前夫吧。前夫也得留条活路，是不是？默默，我准备，怎么了？我准备开直播了，下午就开始。江女士，我给你点1万个赞，来干杯！行了，快点吧，别磨磨唧唧的，真耽误了航班。谁呀？说，哎，我怎么着要出去啊？今天不是《战国风云记》围读剧本吗？哎呦喂，对，你跟我说过。行了，不耽误你了。有事儿啊，有点事儿，有时间再说吧。哎，那什么，怎么着？我还有一会儿，要不你进来？哦，行。哎呦喂，坐，别耽误你事儿啊。哎。昨晚把我憋坏了，如鲠在喉，不吐不快。江爷的事儿。是啊，干嘛？我觉得咱们误解人江爷了，不，准确的说，咱是伤着他了。我承认，当初他举报我的时候，我确实很愤怒。我知道你为他干这个事儿，你也特别失望，是吧？这要不是河水说出实话来，咱到现在还对人抱着成见呢。说实话，我是真没想到江夜能维护河水，自个儿把这些事儿都承担下来。意料之外，情理之中啊！你了解江爷啊，他脾气冲，有时不给人留面子。但是有一点，他绝对不会无理取闹，也绝对不会去捏造事实，去诬陷别人。其实当初啊，也赖我太冲动了。如果静下心来好好跟他聊一聊，也不至于形成现在这种局面。所以，咱不能一错再错了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今儿等你回来，咱俩一块儿上江夜市去一趟，给人道个歉，给自己的女人服个软，不丢人。你以为过去道个歉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？你要是真这么想，你还对他真不了解。咱态度真诚点，姿态放低一点。我知道这江夜心里边还窝着火呢，咱就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
你让他把这气儿发出来，把火也都撒出来，这应该差不多了吧？杀人不过头点地。哎，如果真要按你这么说，没准江爷这事还真能翻了篇儿。你去啊，我去，只能是火上浇油。你是不是想多了？要是江爷真的对你彻底失望，那陌陌公司他们庆祝你得奖的时候，他就不会去捧你的场了。哎呦，你还记着我坐着轮椅，他推我到新闻发布会，他为什么能到现场为我祝贺？那是给陌陌一个安心丸。第二是还我个人情。不是，干嘛？你们俩就真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了啊？不会吧？大家好，我是一名表演爱好者。从今天起，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曾经印象深刻的剧本和印象深刻的角色。今天我要朗诵的是阮玲玉，我相信大家对这个角色都不陌生。哎，挺好，哇，又到了。哎，你好。来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啊。我身边这位呢，丁可芒丁老师啊，2度获得追光话剧奖。哎呀，这就不用说了。那个也是京汉话剧团的台柱子，也是咱们这部戏的男主角王禅的扮演者。丁老师，请坐。好久不见了，丁老师，哎。跟大家说2句。哦，一看有认识的啊，还有新朋友，啊，我叫丁可芒，非常高兴能在这里跟大家见面。我想未来的2、3个月当中呢，我们大家都在导演的带领下摸爬滚打，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呢，把咱们这部戏能够打造成既好看又叫座的精品。大家努力，谢谢。好，那咱们今天进行围读。好，来，大家翻开剧本。来吧，敌人们、友人们、仇人们、爱人们。敌强我弱，若以弱胜强，唯有智取。我爱过你，恨过你，悔过，羞过，这一切都是最深最深的。那少女的纯情的爱呀，当徐徐图之，不可操之过急。首先速派密探潜入姑苏，刺探吴国军情。西施姑娘居于夫差身侧，是获悉吴国军事军机之不二人选。去吧，和你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纠缠，丈夫，谢谢你给了我汽车、洋房、珍珠、翡翠，足以使任何女人骄傲的一切。国不可一日无主。为你的好心，为你的骗术，干杯！公与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铸造兵器，屯足粮草，鼓舞士气，打造一支铁骑之师。丁老师在围读的时候都已经进入角色了。罗团，你有事吗？那个好长时间都没回团里去了，我特意过来看看你。我知道团里事儿也挺多的，罗团，你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，别拐弯抹角的。不，江爷，这我来都来了，不能连门都不让进吧？再说这东西还挺勒手。
哎，上次来就没来得及好好参观参观啊！真好，真气派。这房子买了多少年了啊？这还这么时尚？哎呀，这个高档就是有高档的道理。您这好听的话就别说2遍了。江爷，对不起，我不该那样对你。您这说什么呢？我今天是特意来请罪的。河水把事情的经过都跟我说了，我们都错怪你了。河水跟您说这事儿为什么呀？江爷，你为他背了一个黑锅，不但受了处分，还让可望心里产生了误会，闹得你们现在都要离婚了。河水觉得这个都是因为他，用他的话说，他良心上受到谴责。他如果现在再不站出来，他就真的不是人了。说到底，你们还是信河水的，是吗？当初咱们4堂对峙的时候，我都说了，我把这一切都说过呀。你们谁听谁信呢？哦，现在河水说了，你们就信了？难道你们就不怕我跟河水捏一团儿，把你们都搁进去吗？你不会的。大小，我也是个名人，我为了洗白花点钱让他帮我说，有什么不行啊？那录音做不了假吧？你攥着这么一个重要的证据却不拿出来，你这不是为了河水，为了谁呀？江爷，我真的很佩服你。哎呀，录音当然也有可能是假的啦。不，江爷，我知道你还生我的气的，没关系，我现在什么也不说了，我人已经站在这儿了。你有什么话千万别憋着，你全都发泄出来，我全都能受。江爷，我们对不起你。别，您这还真不好意思了，您请坐，要不然茶都凉了。不，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，你要是不答应的话，我真的坐不下来，这个水我也咽不下去。今天本来可忙是应该亲自来的，但是他组里边说委读剧本，他是男1号，离不开他，所以他就全权委托我过来向你赔礼道歉。丁可忙也知道了，他昨天一宿都没睡着觉，今天一大早他就过来找我，跟我说他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，任何人都可以误会你，但是唯独他不能也不应该。他说只要你能原谅他，不再提离婚的事儿，你让他做什么他都答应。他真这么说的？真的，他今天要不是委托剧本，他一定亲自过来跟你说。哎，您看这茶，这水泼出去了，还能收得回来吗？我已经跟丁可忙正式起诉离婚了，过2天他可能就会接到传票，麻烦您跟他说一声，省得到时候他心里没有准备。江爷，没这个必要吧？对，以前是真没有这个必要，好合好散嘛。本来是想到民政局把这事儿就给办了，结果他天天拖来拖去的，拖得我一点心性都没有了。当然您也可以不告诉他，反正总有一天他会知道的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。嘿，你说你这磨磨，大白天的你关什么机呀你呀？接电话，宋阳，快接电话！您爱我吗？
哪怕是还有一点点。以前爱过，现在爱不爱？喂，老谭，宋阳，你在哪儿呢？我想跟你见一面。别着急，你慢慢说。怎么了？不行，慢不了，急事儿。这个事儿关系到你丁老师。丁老师，我现在在家，你在哪儿呢？要不我去找你？我现在在车上呢，你不用来了，我上你那儿去，你等着我啊。行。啊！法院起诉离婚了。江烨已经找了律师，我就怕这一次是板上钉钉，真是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就刚才啊。姜老师怎么说吗？他态度非常坚决，根本就不容我说话。也是，毕竟我们之间曾经有些过节，我就是劝他也根本就没有用。我上这儿来找你也是病急乱投医，本来我是想跟默默说的，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关机了。默默今天出差，你给他打电话的时候肯定在飞机上。啊？怎么这么寸呢？你说都赶到一块儿了，老丁今天他们围读剧本，有电话他也不接。我想来想去，想到了你，苏雅。你老师待你就像亲儿子，你现在又是默默的男朋友，不管从哪儿说，你们也算是一家人，对吧？哎，你干嘛去啊？我去找姜老师。我跟你说，骆驼，这帮记者手段多了去，渠道多了去了，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丁老师离婚这件事情。而且，我已经把默默给连累了。如果这件事情再爆出去，他们家真的鸡犬不宁了，你让我怎么办？不，你想好怎么管了吗？啊，我跟你说，我刚刚是碰了一鼻子灰，你这贸然的过去，就你师母的脾气，你说能行吗？这行不行？咱不也得试一试吗？要试砸了呢，万一试砸了，你后边再想出好的办法来，那也用不上了，啊？哎，默默的飞机现在应该落地了，他现在应该可以开机了。哎呦，我说骆驼啊，你现在打电话又能怎么样？他下了飞机，你觉得他现在能过来吗？就算他过来了，他不还是得跟着咱们干着急啊？咱们什么都干不了。也是，告诉他也是下策。我看你师傅现在也没什么好办法了。我觉得，你师傅是真心不想离婚，可是你师母的态度，就算是道了歉，恐怕也没有用了。道歉？丁老师为什么要跟师母道歉？还不是因为河水。那个江烨举报我的事儿，你应该听说了吧？来，阿姨，你看。嘿，你怎么想起来给我送剧本啊？默默跟我说您正在准备剧本直播呢，我家里正好有一些，我就都给您带过来了。我也没当回事儿啊，我就是想打发一下时间。哎，但是阿姨，我觉得您这个想法特别的好。我小时候就特别爱听广播剧，说不定您还真能把这个给带火。哟，你这剧本还真挺全的，古今中外的，还有戏曲的。哎，戏曲剧本要播起来可太难了，我做不到。但是阿姨，戏曲我也没怎么看过，这些都是我上学的时候老师让我们买的。但是您要用不上的话，我就都拿走也没关系。别带走，你给我留下。我就是播不了，我可以自己看呢。我跟你说，要想当一个演员啊，什么都得懂一些，尤其是戏曲。戏曲艺术真是博大精深。有人说这叫程式化表演，那是外行，这真的是
挺难的。明白，反正我觉得您能用得上就行。哎呀，其实说实话，我心里还真挺没底的。您不能没底，阿姨，你要决定做这事，你就必须得有信心。有什么信心啊？我今天中午倒是试着播了一期，还没找着感觉。不是，您都播了一期，您没告诉我呀？您赶紧，您告诉我您在哪儿直播，然后您那账号是多少，我去加您，关注您去。别，你可别笑话我了，你这一关注我压力太大了。哎，阿姨，我还有个事儿。听说您最近正在学炖那猪蹄子，我想尝尝。你可听好了，我是学做的，你对我那么有信心啊？肯定了，您做的饭我什么时候浪费过？我就是想吃。我什么时候做好过饭？你这么拍马屁，是不是有别的事儿啊？您怎么能这么说呢，阿姨？我要是真有什么事，我用得着拍马屁吗？我肯定是直接跟您说了，我就想吃顿饭，您看您还怀疑我？好，那你要不嫌弃，我就给你做饭去啊。我帮帮您。不用，没事。罗西亚当不当团长另说，你知道你这种行为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这是诬陷呐！考察组如果知道了，对你怎么看？全团的人对你怎么看？我不管别人对我怎么看，我问你，你怎么看？我让你没面子了。我让你抬不起头了，你心里看不起我了。丁老师，丁老师，吃饭了，就等您了。我马上。来，太好吃了，阿姨。这个绝了！不行，这个菜我得端走。不是，你别端走啊！为什么要端走啊？这一点盐味都没有，怎么吃啊？我跟您说，咱们不能吃太重口味的，这个正好。什么正好？也不能委屈自己啊！我又不傻，我怎么会委屈自己？你知道吗？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离开家了，我回家吃饭的次数啊，掰着手指头我都能数得过来。我自从在北京买了房子以后，事业越来越火，我就发现我身边的朋友几乎就是一个一个都走，越来越少。近几年啊。除了经纪人跟助理之外，好像还真没出现过别的人了。而且您知道吗？最痛苦的是什么？最痛苦的就是每一次，我所有的通告结束以后，一回家往那儿一坐，我心里是极度的空虚，极度的寂寞。我特别想找一个人陪，但是还没有。就算我拥有了现在的一切，我心里头的那种空荡感，您知道吗？没办法填满。所以每次我只要一到您这儿，到了丁老师那儿。无比的幸福，家的感觉。现在你是有了默默了，你要是真不嫌弃我手艺，以后你就经常到家里来吃饭。那必须的呀。其实我认识了默默之后啊，我还多了一对疼爱我的父母。等您搬回话剧团，一定要我天天过去蹭饭去。这个，我和你们丁老师要离婚的事你知道了吧？我听默默说了。我今天早上起来，去了一趟那个律师事务所，我准备起诉离婚。起诉？这件事儿拖得太久了。丁老师一直不愿意面对离婚的事儿，其实这么拖下去对我们都不好，所以我就起诉离婚了。但是这事儿我没跟默默说啊，如果默默到时候有什么情绪的话，你替我安慰安慰他。行，你放心吧。其实啊，虽然我没结过婚啊，阿姨，我能够站在你们的角度去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。因为如果是我的话，我要是跟一个人在一起不开心，每天很别扭，我也不会选择跟这个人在一起。默默其实也跟我讲过，您跟丁老师的现状，然后还有一些状态，我觉得，谢谢啊，谢谢你们对我的理解。其实你们丁老师的想法一直拖着不离婚，我也理解。你们丁老师以前是抱着一种维持的态度，后来他知道我
说罗夏这个事儿的真实情况以后，可能他觉得误会我了，内心里边可能有一点点愧疚吧，也许是一种补偿的行为吧。我还有一件事情，不是特别的明白，当初为什么你要替河水顶雷？哎呀，我也不是替河水顶雷，我本来不太喜欢河水的。那后来一想，他也未必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不好，因为他跟我说啊，他是真心的喜欢罗夏，想跟罗夏在一起生活，哪怕就是罗夏生病了，他也愿意照顾她。所以我当时就觉得，她应该是个善良的女人吧。就这样？也不是吧，就是我听她说话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一个女人内心的悲哀和无奈。你看，我们俩跟河水都一样，都是从外地来的，在这儿都无依无靠的。你看我到后来还是有一点事业，还有家庭，他到现在30几岁了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他又跟我说，他对罗夏是真心的，哪怕罗夏生病了，他都愿意照顾她，那就说明她是一个善良的女人，干嘛不成全他们呢？您说的太有道理了，我听您这么一说完，河水确实挺可怜的。但是，您要是跟丁老师离婚的话，不会有什么遗憾之类的吗？遗憾总会有吧，不过也不重要了。你想，一个人来到世界上，你总要面对新的世界，看新的风景或者听新的歌，总得面对吧。可是特别有意思的就是，有的时候你处心积虑想要忘记的事情，不知不觉，然后在不经意之间就已经忘记了。处心积虑想要忘记的事情，不经意间就给忘记了。这是怎么做到的？这个也太难了吧，我反正做不到。您知道吗，阿姨，我爸是个警察，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牺牲了。我那个时候呢，上大学呢，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是我从网吧里面出来，回学校的路上，我妈妈打电话突然告诉我的这个消息。当时我的心里是极度崩溃的状态，我感觉天已经塌下来了。而且您知道吗？我爸有一个习惯，就是不管他在出席什么样的任务的时候，不管是大任务还是小任务，他都会提前给我打个电话报个平安。他说：“儿子，爸爸今天去执行任务了，你一定要在家好好的做着你该做的事情。”结果那天我在网吧里面打游戏，我看见我爸给我打电话。他连续给我打了3个电话，但是我不敢接，因为我爸妈不喜欢我去网吧，我怕他骂我，我怕他生气。你说，我爸到底是有多担心我？他带着那份担心出去执行任务，他会不会就是因为我而分了心，所以出了意外？我长大之后，我就会经常想起这个事情。我总会想，如果那个时候，要是我接起了爸爸的电话，他是不是就可以很平安、很顺利地完成任务，回到我的身边，再或者相同的结局？我接起了这个电话，哪怕他回不到我的身边，我是不是都可以听到他最后的声音？哎呀，我真的很想我爸。没想到你心里面压着这么多事儿。
丧亲之疼是忘不了的。所以我觉得，我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，我发现有的遗憾是可以弥补，但是有的遗憾一旦造成的时候，这辈子都没办法再弥补。您知道我有多想忘记这件事情吗？但是我根本就做不到，尤其是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的时候，那种被人掐住脖子无法呼吸的感觉，那种让我窒息的感觉跟痛苦，就直到现在，我想起来太难受了。反正您都决定跟丁老师要离婚了，不如给丁老师一个机会，让他站在您的面前，把他心中所有想要对您说的话，都让他当着您的面全部都说出来，不要像我一样，遗憾一辈子，愧疚一辈子，真的很痛苦。反正今天晚上默默也不在家，我觉得，你就让丁老师来跟您好好聊一聊吧。今天，他现在肯定是度日如年，你相信我，不好过。哎，我去把饭给你热热去。喂，丁老师，那个，你今天晚上还会剧团吗？我在回家的路上。太好了，那你大概几点啊？差不多半个小时。你晚上过来啊？不是，姜老师今天晚上可能要回去。你看，你要不要回家做点饭，你们两个人好好聊一聊之类的？好，好，好，太好了。好，谢谢你，拜拜，再见。嘿，看，刚做好饭，哎，一起吃。哎，我来拿点东西啊，好啊，来，坐着。我来取我外公的东西。我去给你拿去啊。你知道什么东西吗？当然知道了。啊，坐。看看是不是这个？这是我外公摔碎了那个壶的碎片，那把壶吗？你把它镀上了？什么时候镀的？找谁镀的？这样，咱俩边吃边聊。我妈说她今天要直播，好像也没有。那个肯定得适应一下，你别着急嘛。你怎么样？哎呀，开了几个会，开得我头都大了。
明天再开个投资的会，我就可以回去了。父与子的电视剧我也快写完了，不过我现在有点后悔。后悔？为什么？你现在的处境啊，身为这个戏的编剧还有制片人，我是不是应该帮你一下？我跟你说，你可别啊，千万别反悔，咱俩可是说好的，事业上不能有任何交涉。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，我妈好像不太对劲儿，但她没说，我也就没问她。有我在呢，别担心。啊，你要是困了就睡，不困就给我发信息。想我的话，咱们就梦里见啊。拜拜。晚安。这壶您是找谁给修的？举锅举碗举大缸，举个大缸不漏汤，举地举天举太阳，举个太阳亮光光。你还记得这个叫卖吗？记得，你不是当年在团里演一个戏叫《手艺人》吗？你不是就是为了演好这个角色，特意的找了一个居匠去跟他学手艺，学了2个月呢。哎，那师傅姓什么来着？姓朱。对，朱师傅。啊。你搬走之后啊，我在你的房间里边发现了这些碎片。我记着你说过这么一嘴，说这些碎片是外公的遗物。我拿着这些碎片呀，就去找朱师傅去了。朱师傅家人跟我说你师傅已经走了2、3年了。哎呀，那可真太可惜了。像他这种手艺都得是国宝级的了吧？哎，我记得你跟我说他还给故宫修过一个什么0.9毫米的一个什么碗，薄胎龙纹盘啊。那他这手艺怎么办呢？谁跟他学的呀？想学这种手艺的人也少啊。你找他徒弟？算是吧。其实我虽然跟朱师傅待了2个月，他也收我当记名徒弟了。这壶你修的？对。怎么样？其实啊，我练了很久很久才敢上手。其实到现在也没有达到我预期的这种感觉，也就是勉强及格吧。如果这把壶让朱师傅来修，那从造型上和感觉上绝对是不一样。谢谢你啊，这把壶对我意义非凡，你帮我治好了，了了我一心愿，谢谢。我应该的。其实啊，为了你，也是为了我。嘿，好了啊。当时确实是练了好久，我才敢上手。真上手的时候啊，心里还是捏着一把汗。你知道有句老话，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啊。就我这2把刀啊，应了那句话了，无知无畏啊。来，已经很好了。这是我外公留给我的唯一的念想吧。是。你知道，我之所以想自己亲自上手来修，其实就是为了给外公赔一个不是。我这么些年也对你照顾不周，我自己选的路，跟你没关系。是，其实应该早一点跟外公沟通啊。外公
你可能就会原谅我，也许也不至于到临终之前都不见你。那不是我拦着你吗？我拦着你，当时就是觉得他特别顽固，特别不通情理。其实要想见到啊，怎么着都能见着。我当时就是不知道怎么面对，也放不下这面子。要早一点跟外公沟通，那我们就知道外公得什么病了，也不至于到最后你这么决绝啊。喂，喂，陆团。哎，怎么样啊？我今天找江叶老师吃饭了。哦，江老师怎么说？暂时还不确定呢。我明天想去问问我师傅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行，辛苦了，苏阳，咱们先这样，好吧？嗯，行，那明天再说吧，拜拜。有人奔走在年复一年的期望，有人掩饰着转瞬即逝的回望，有人跃跃欲试，却遇到猝不及防。几番风雨，几番风雨，又再重逢了阳光。有人笃定这孤芳自赏的模样，有人踉跄着海市蜃楼里登场，有人笑说无妨，赢几场翻身的仗，也在漫长，也在漫长追寻启明的星光。人夫之间总有希望涌现，不过就是一边感悟一边体验。人生啊，纸上得来终觉得浅，没有经历苦辣酸甜，何来一步人夫之间总有希望涌现，终究是那一边闯荡一边修炼。光环啊，无非年华磨成了茧，巨浪淘沙带着